这个互联网时代是能让人进步，或者说很多东西给人便捷，但是不是说这么去依靠物流。怎么能是抱这个手机？我觉得就失去了一个生活状态，对吧？这个生活还是要拥抱大自然的。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，我是认为这样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现在北京时间早上7点多，快8点钟，好冷，真的好冷。这两天杭州降温了。我回来到现在一直在感冒，真的好冷，每天都10多度啊。我们现在呢，我陪我妈去医院转转，啊，去看个病嘛。那作为1年多，快2年没回家了嘛，对吧？儿子也蛮不孝顺，是吧？那总归也要孝顺老娘，啊，去医院陪她做个检查。所以早上就很早起了，我已经好久没有闹钟了，这1年多来几乎就没有闹钟过，蛮享受那种没有闹钟的生活。然后今天早上突然有一个闹钟，还蛮不习惯的啊。我现在出发，现在就感觉走在路上啊，第一个人，第二个看到行色匆匆啊，上班的路人啊，就那种回忆突然间起来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想想，哎，曾经我也是早上这么赶车的，曾经早上上班也是这么早起床。也是闹钟，也是洗漱，啊，就这么出门，然后看到他们就想到，仿佛曾经的自己，感触还蛮多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坐地铁去，因为在杭州啊，早高峰太堵了，所以还是坐地铁比较方便一点，而且医院附近也不好停车，对吧？回到杭州就跟泰国反一反啊，泰国是室内冷室外热，这里是室内热室外冷。我地铁上好热，然后走到外面又好冷。啊，这个直接温差，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温差，这个不要像我一样感冒了啊，真的好难受，感冒了，整个鼻子这里全部都塞的，然后耳朵这里还都鼓着，哎呀，非常难受。然后地铁下来还要再倒公交，然后还要再倒那个打车，然后跟大家稍微唠两句，就是我看到的一些东西，就是我发现啊，在地铁上所有人都是玩着手机，包括其实我也玩着手机。但是这样的现象在泰国不大多，走在这里路上，所有人等车啊干嘛，全部是一个人一个低头玩着手机。但是在泰国就不会，大家会很享受的这样的一个大自然，很享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啊，不会把所有的精力都盯到手机去。我感觉我们出来好像就是没有手机寸步难行。但是我曾经跟老外一样试过，就是在泰国出来不拿手机，就带个几百泰铢，然后找个地方安静的坐下，享受一下人生，享受一下难得安静的时刻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。大家如果出来旅游啊，大家也可以去享受一下，就把手机放下，啊，躺个沙滩去躺一会儿啊，干嘛？那种感觉也蛮好的。我们天天这样盯着手机啊，就刷着抖音，看着任何东西。这个互联网时代是能让人进步，或者说很多东西给人便捷，但是不是说这么去依靠物流。怎么能是抱这个手机？我觉得就失去了一个生活状态，对吧？这个生活还是要拥抱大自然的。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，我是认为这样。是我其实很想放下手机，但是放不下，真放不下，对吧？因为要去剪片子啊，去拍东西啊，要去各种回复各种消息啊，怎么样？其实我最享受的是凌晨，所以很多老观众知道，小胖就在凌晨剪片子，就凌晨的时候没有人打扰我，手机可以丢在边上不用管，这种感觉是最爽最爽。哦，这个邵逸夫医院够大的，就原来觉得下沙邵逸夫很大了，没想到现在烧了个什么大运河邵逸夫。哦呦，这个厉害，造的科技感那么高的现在，啊，是我农村地方去多了吗？哇，这个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因为邵逸夫原来是我们公司做的项目啊，所以我对邵逸夫医院很了解。然后那时候下沙啊、本院啊，经常跑。有些跑这个邵逸夫真的是大的，厉害！啊，这个写这个东西。对，广告啊！也要签市民卡，好前两天刚刚补成的市民卡。搿真的是挂个科生，我应该叫眼科，有没有眼科？眼科啊，眼科中心。也没法普通，上午8点多，眼科干嘛就要去？无所谓的，随便选个好的，迟到也不要紧。然后医保还能用，15块。那现在方便是方便的啊，我本来就吃这碗饭的。
4楼眼科签到，签到成功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该怎么做？我该怎么做？完了！签到成功，我看看。我签到过了，然后等叫号对吧？你这里我是做自媒体，我拍自己。血压量了没？没有，还没有。没量血压。好。我就记录自己。请根据语音提示测量开始。我已经2年没有回中国。等会儿跑到里面测一测一下。好。签的流程还是比较那个。然后就是我拿个相机，然后所有人都很谨慎。你要干嘛？搞得我跟医闹一样。我说不是，我做自媒体记录生活。然后大家比较放心。然后这个东西在国外好像没有人会说我，然后在国内就是拿个相机走在路上，还是很多人会有异样的眼光盯着我的。包括我在医院里拿个相机，刚才一个保安就盯着我看，看了好久。我觉得我好像过来闹事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测那个视力啊，我已经看到那个5.3了，我感觉好像做这个眼睛。之前有很多观众在问我，说做了眼睛感受怎么样啊？我觉得这东西因人而异吧。很多人可能做了以后不好，对吧？但是我一直没有问题。我觉得本身是要看你自己的一个状态，因为做眼睛那个激光的时候就跟一个海绵一样，你本身在没有做之前，你的眼睛就是干涩的，那你再切掉一点，那不是更加不吸血了吗？对不对？你本身像我这样原来戴隐形眼镜或者看书都不会眼干、眼涩、眼痛的，就没什么大问题。我觉得每个人还是体质不同，不是说一定说好跟不好，这个东西100个人有100个答案，对吧？我觉得问我的人有好多，那么很多人觉得做眼睛害怕，其实我也做，当时我也去查过很多资料。那我是这么觉得的，害怕就不要做，要做就不要害怕。这个东西每个人不一样的，我做的好不代表你做的好，你做的不好不代表我做的一定不好，对吧？所以很多人问这个问题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害怕没害怕，做我们想做的，就会存在一个自己跟自己在打架，好累。然后说好陪老妈来看病，结果自己先看上了，因为我本来就要做这个检查，然后我一直想法是什么呢？到我做手术的这个医院去检查，然后就没想到，今天刚好到这里来，而且这个医院我看比较空，它好像是新院区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就这里检查完了，检查个眼睛，我觉得哪儿都差不多，对吧？然后还有个耳朵，我要去看一下，之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感冒了什么，就是耳朵会有这种耳鸣的一个状态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就是坐飞机大家都坐过的话，就是耳膜鼓出来那种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待会我还要再学个另外一个课，对吧？所以搞了半天是我在看病。医院出来了，然后到我们杭州这个通信市场来修一下手机。手机其实没什么问题，然后主要是电池啊，因为经常要直播，这个耗电池就耗得很快。然后我来换一个电池吧，因为我这个还是苹果14 Pro Max。然后本来说想换一个那个16，算了省一省，到明年年底再换吧。换17吧，16能省就省一点啊。然后就过来到朋友这里地方，也是算朋友吧。然后来换一个电池，然后我有2台手机，我看怎么导一下。然后感觉充电头也有点问题，因为老是充电插拔以后啊，就感觉不是很顺畅。吃饭吃太饱了啊！我到了这个通信城，这个我都不认识路了，这个该怎么走？应该是这个。好。而且现在换个电池这种很便宜，这种东西啊，在泰国啊，换一个特别贵，有什么换电池啊、手机坏了这种，所以大家如果在修常住的，包括回国来，尽量把这些东西都弄好。泰国修这种东西太贵了，而且又贵又不好，还不专业，你知道吧？就修的东西一塌糊涂。这个泰国真比不了中国。好，跑到市场里了，然后给我把电池换一下，拆一拆。我发现手机好多问题，后盖碎了，电池坏了，充电口也有点问题。因为充电次数太多啊，就导致那个充电口好像有点烧焦了。这个是啥？尾插。这是尾插，就先换那个充电口那个。先测充电吧。我前面那个充电拔掉了是吧？对。在哪儿？还在上面没拆呢。没拆啊，就直接先这样测。行吧，我们不影响他修了，一边修一边聊，等我把我一个零件都搞上了。在国内啊，换个东西效率真的高，大概前后半个小时，然后就换了个电池，然后把那个充电的那个排线换了一下，然后也不贵，然后我觉得好便宜，然后就换完了，然后这样的话就
在以后呢做视频啊，或者说直播啊什么样的，就有个更好的电量嘛。不然的话，我这个充电宝每天背着要充好几次电，也很麻烦。每次出去啊都有电量这个忧郁症、电量焦虑症，就怕没电。然后充电宝也没电，就整个人会抓狂。因为在泰国啊，就是也不像国内那么方便，到处有这种共享充电宝啊什么的。那边这个东西很少，就只要中国餐厅才有，所以每次没电啊就会很麻烦，对吧？那要不就是你带着实体线，你去商场里啊去哪里充。那总归是个耽误事的事情，是吧？那趁这个有空就把东西该弄都弄掉，该换的都换掉，对吧？这样的话我们整体来说也比较方便一点啊。请上车。很久没坐公交车，来体验一下公交车回家的感觉。公交车体验其实蛮舒服的，就坐那儿好像大巴坐惯了，然后坐公交车也蛮舒服。后面全国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紧贴申请新出货。哎呀，这公交车上睡着了，晃，然后开的又稳，然后就靠在那个玻璃上，然后就睡着了。那今天早上起太早了，一到早上现在已经下午4、5点了，就一整天啊，感觉啥都没干，去了趟医院吃个中饭，下午摸手机，然后就一天又过去了，回国又很快，我今天已经回来第8天、第9天。哎呀，等下过2天，大概再过个10天吧，20来天左右，10天，再过10天，到月初我就去泰国了。所以人生还是很快的，一天一天，感觉啥都没干，就从指尖溜走了。就像肖沈阳说的，眼睛一闭一睁，一天过去了；眼睛一闭不睁，可能就一辈子过去了啊！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，各位拜拜。